难得一遇，大家今年都要在家里过情人节了。众所周知，我呢就是一个一本正经开车的人。我承认我很慌，但是人家不可爱吗？撩汉这种事情我就不讲了，那都是邪术，不要学，没有天赋也学不会。而当人在热恋的时候，就算你怎么那么调皮？热恋期没什么可讲的。我今天主要讲，在恋爱之前，我们要想清楚这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真正的认同，你我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。我举个例子，恋爱当中总会有一种人，就是感天动地的感动自己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聚。他们只会看见自己的付出和情绪，看不见对方的真正需求，或者认为自己看见了。这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你吗？然后一味的付出，嘴上说不求回报，但是绝不接受没有回报。谈恋爱吗？喘不过气的那种。这种人其实是在和自己的意志谈恋爱，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环境，我们有不同的认知水平，我们有不同的喜好和想法。一个爱吃辣的，一个爱吃甜的，可以做2份。一个爱看综艺，一个爱看纪录片，可以分开看。你会发现很多和谐的关系，甚至可以分房睡，互不打扰。这些都是建立在你认同并且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如果你真的想让对方接受你的观点或者是爱好，可以试图用行为去影响他，而不是去要求他。没有谁希望自己的爱好被别人指指点点，甚至是贬低。有多少伤害就是从一点点的不尊重开始的，从无视或者是忽视对方的意志开始的。认同这一点能让你在关系当中更轻松。第二个，不是从对方身上获利，而是一起变得更好。我之前看到一条短视频，叫做如何嫁给高富帅，这不就是女版 PUA 吗？有这么多女学员，有这么多高富帅吗？包教包会吗？还是专门来骗我这种想要靠恋爱脱贫的人？男女之间确实是基因的博弈，大家都想在这场博弈当中胜出。女性呢，想要找一个可靠的男人，因为生孩子会带来生存压力，如果风险评估不做好，就会把自己搭进去。所以女性找配偶时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挑选机制。敢问，今天有哪个科学家能够解这道题？而男性呢，从本能上是希望自己的基因传递越多越好，对参与抚养这件事情并不感兴趣。如果这两者永远不妥协，那么双方的基因都传递不下去，总归是一方失去战斗意志为结束。什么叫做一起变得更好？双方不应该是竞争的关系，而是彼此互助、成就和支持。不是把对方压下去、比下去，而是一起成长。你我都会有长短板，不是攻击对方的短板，而是发挥他的长处。比如同样是小短腿，你不能让他去跑100米，但是你可以让他去练举重。很多人忽视了共同成长这件事情。有多少关系的终结是由于一方停滞不前，双方差异逐渐拉大而结束的？第三，学会认真的吵架。其实吵架是真的可以增进感情和了解的，但是要找对姿势。错误的姿势是纯粹抱怨，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，然后上升到人身攻击或者是翻旧账。这2种行为并不能让你在这次争吵中显得比较高级。正确的姿势应该是，既然已经上升到要吵架了，说明之前就有积怨，有很多平常不愿意说出来的话，稍微刺激一下，今天就可以说出来了。比如说平常的误解、委屈和内心很多次算了吧，说也没用。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开口的，他们比较倾向于自我消化。与其简单粗暴的咄咄逼人，不如试图成为那个让他愿意开口、敢开口，觉得说了也没有关系的人。这种安全感和信任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。面对矛盾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是一起解决矛盾，而不是解决对方。2个人达不成一致没有关系，但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。比方说2个人今天都不愿意洗碗，这件事情上无法达成一致，但是达成共识是你们都认同洗碗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一个人做，那么可以都不洗，一起出钱买一个洗碗机，甚至可以一方花钱让另外一个人洗碗。只要能达成共识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千万种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恋爱是一种体验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有多少人在多年以后回忆前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，就是他教会了我很多。恋爱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，我们的自尊心、我们的认知总是需要一面镜子来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局限性。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谁是完美的，也没有谁生来就是一个好恋人。你曾经是被别人治愈，之后可能变成你治愈别人，所以大家要好好恋爱，
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给我投币点赞和收藏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